难不成戚亲王真的对我有所隐瞒？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。我得回府一趟，你把装备给我拿过来。这是干什么？送你的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都不是。昨天呀，是我脾气不好，不该拿那些陈年旧事来跟你乱发脾气。我这不是特意来跟夫人你赔罪了吗？赔什么罪啊？你又没错。我昨天太累了，我也有不好。行，只要哥哥你不生气，那就好了。我哪有那么容易生气啊？来，夫人，试试。来，夫人，多吃点。怎么今天还喝酒啊？高兴嘛。哎，我听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曾习武。好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他早就搁下了。那点功夫，顶多在侍卫面前摆摆样子罢了。那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啊？我爹过去顶多和一些侍卫家臣们过过招，他和江湖人士好像是同无往来。哦，那他最近和什么江湖人士有过来往吗？不清楚。我爹的事情，我还没你知道的多呢。你怎么想起问这些了？没事儿，随口问问。来，夫人。你别再跟着我！内务府的人就在你身后，别回头，往集成那边走去掩开他们。你赶紧从这条巷子里面穿出去，记住，出去之后你就在城门外等着我。天黑之前我肯定能赶到，千万别乱走。带走。林浩瀚，哎呀，葛太，终于找到你了！跑？我怎么可能跑啊？
穆青兄，葛太兄，难道你们信不过兄弟我？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呀！那天在乱坟岗，我是看到你们一帮人在那又拔剑又掏刀的，我害怕，我怕误伤了我自己，我就躲到一边去躲一躲，避一避。我受伤了不要紧，我是怕万一耽误了给你们大内办事儿，那才是罪过呢。我呀，躲到旁边去，我一看，旁边有村子里面有人家，我就想着能不能有什么好东西我收罗来。结果我这一看，就投入了，就把你们给忘了。哦，然后你就自己跑回汾州府来了，还带着那个柳林一起跑的。我怎么能逃跑呢？我怎么会逃跑呢？穆青兄啊，我箱子还在这儿呢，还在驿馆里您给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里头呢。那箱子里可都是我四处收来的好东西，那是我的命根子。我就是把命丢了，我也不可能把值钱的货给丢了呀。啊，至于你说那个柳林为什么跟我一块儿啊，那我就说不清楚了。可能是那个姑娘也是怕这些刀光剑影的，所以她就跟我一块儿躲起来了。我看古玩呢，她就跟着我一起看古玩。为什么跟我一起呢？我想，这可能就是缘分吧。不过后来证实了，我俩的缘分不是很强烈，因为到了汾州府以后，我们就走散了。行了，闭嘴吧。你得信我呀，我们可是交心的兄弟啊，我对你那可是掏心掏肺。别废话了，你要是真想让我信你，就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。穆青兄，你这是发了多大的火啊？这摔了个什么呀？这该不会是当时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罐子吧？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？就这点事儿啊。穆青兄，实不相瞒，那天从坟里把它挖出来的那一瞬间，它露出来，我就认出来了。不值钱，就是专门用来放得道高僧的骨灰用的容器。说好听了叫舍利塔，说不好听那就是个骨灰罐。这玩意儿年头也不久，就算年头久了，人客人花大价钱买点瓶子罐子什么的，谁愿意买个骨灰坛子放家里头啊？没事，不值钱，摔了就摔了吧，摔了没什么好心疼的。那你能看出这个瓷器的出处吗？穆青兄 ，Are you kidding me？ 什么？你逗我玩呢吧？这瓷又不是什么名窑出品，而且都碎成这样了，连个印记都找不着，我哪知道在什么地方啊？除非啊，你把这些重新拼凑起来粘合上，我才能看着是什么地方的。葛太兄，把这些碎渣子拿到他的屋子里。哎，拿我屋里干什么？这骨灰坛子我用不上。拿你屋就是让你把它拼出来。穆青兄，不开玩笑的。林天才，你是个天才嘛？我就是要让你发挥出你这天才的能力。如果你查不出来的话，那你就别出来，把他锁到屋子里，不许他去任何地方，敢出门半步，直接砍。走吧，天才。你叫柳林，我叫伊尔根觉罗穆青，你可以叫我穆青，也可以叫我门三刀。朝廷鹰犬。没错，就是鹰犬。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你若是不答或是骗我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。你是同盟会的人，我就算对你用刑，又或是杀了你，根本不会眨一下眼。那你杀了我吧，落入你们手中，我只求一死。我审过很多人，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只求一死，但到了最后，他们都会觉得死实在是太美好了，也太难求了。你之所以到平遥，是谭仙把墓穴的秘密告诉你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不错，回答的不慢。墓穴的秘密是什么？
我不知道。是不是净坛密藏？我所知道的恐怕比你还要少很多。我连那个瓷罐都没有看清。谭仙还跟你说了什么别的没有？没有。再想想。再想也没有。谭仙死了，东西丢了，我的任务已经彻底失败，还落到你们手中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同盟会属于朝廷重犯，但如何问罪、如何定罪不归我管。我会将你押回京城，交由刑部。你一个同盟会的乱党，其后果，想必不要我多说了吧？这样，你跟我做一个交易，你现在要是能说出一些有用的，我就现在放你。我说不出，就算我还知道别的事情，也不可能会告诉你们这些人。不急，我还没有那么快回京城，你可以之后再答应。先找个屋子把他关起来吧。穆青青，驿馆的房间都满了，关哪儿啊？把他们都给我看紧了。是。柳姑娘，我才happened，我犹在梦中呢，缘分，缘分，这是柳暗花明、藕断丝连般的奇缘。哎，我不是叫你从巷子里跑了吗？怎么还是给他们抓回来了？哎，他们为什么把你跟我关在一块儿？我哪知道啊？不管了，柳姑娘，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，尤其是还能跟你在这同一间屋里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咱俩就是有缘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啊，还不是那个门三刀啊？这是他们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罐子，你能看出来这是个罐子吗？现在被人弄碎了，非叫我拼好了复原。柳姑娘，我且得折腾，你要是累了就先上床，不用等我。林浩瀚，你可以试试不老实，我必然让你抱憾终身。柳姑娘，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如今又困在这同一间屋子里面，要是什么事都没有，那我才抱憾终身呢。穆青大人，等你多时了，来了山西总是要喝一喝汾酒的。怎么，你还真要还我钱啊？我一欠人钱就浑身难受。钥匙还你，咱们两清了。多谢了。这北洋的枪比内务府的刀强。北洋给了我枪，给了我人，但我依旧是大姑县衙的捕快。我依旧为朝廷效力，为皇上效力。4天之前，你已死在卓不凡的手中，未曾想4天之后，你王地保竟身披北洋的军装。这4日里，你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？这4天经历的事情，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。你说了说来话长，那就说说看。
有意思。你遇上的这个究竟是个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但我估计应该是个大人物吧，在安阳河边钓过鱼，后边就跟了那么多的随从，要不然怎么可能随便写了一封信，北洋的人就能听命行事？我问的不是那个钓鱼的胖子，是送你上孤州的那个人。此人是谁？意欲何为？内务府第一神探，果然问的都是关键之处。当时我整个人是晕的，迷迷糊糊之中，努力睁开看了一眼，看到了他。虽然很仓促，看得不够清楚，但我认出了他。你我在上海，突然间杀出那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他至少被你我砍了9刀，怎么可能一直追你追到河南安阳？不是，是救他的那个人，就是他。我不是第一次见到那个人了，在天津的时候我就已经见过他了。门3刀，先帝的御前行走，不愧是内衙的第一高手。敢问阁下是？那时我正在追踪卓不凡，丢失了线索，而他就突然出现了。他做了什么？他将我带到一家客栈，而那家客栈正是龙天礼一行曾住过的。在那儿，我查到了卓不凡的下落。若非如此，我恐怕都没法追到上海租界。这个人也帮过我。你我在上海临近分别之后，你杀唐宇之后，对，我快到上海的时候，被一群人给伏击了。是谁伏击你？你说呢？日本人。当时被他们打落山崖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可能现在都惨死在荒野之中。算上河南那次，他一共救了我2次。不对，怎么不对？若不是他，我在天津就已经跟丢了卓不凡；若不是他，你根本到不了上海；若不是他，你已经死在河南安阳，更不会有今日，成了北洋的协军校，有兵有人。若不是他，你我也不会紧紧地盯着卓不凡，更不会找到山西，找到菩提墓穴。他究竟是个什么人？到底要干什么？他为什么要一步步地将你我往真相的地步中带？但他不是朝廷的人，不是一个江湖中人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他帮了你，也帮了我。你是内务府的2等侍卫，而我是大沽县衙一个小小的捕快，你我之间天差地别，唯一相同的地方，你我都在追击卓不凡。这人所做的一切，对卓不凡是最美丽的，所以他跟卓不凡一定不是一拨的。没错。日本人追杀你，他也救了你，所以他也跟日本人不是一拨的。是的，眼下你我知道追查禁坛密藏的有你，有我，有卓不凡，有日本人，还有这个人。他应该不会是敌人，他帮过的人只有你跟我。你我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你我都是为朝廷效力的人。不错，如此看来，他起码不会与朝廷为敌。但是这个人为什么每次出现都如此神秘呢？孤月苍浪河汉清，北斗错落长庚明。管他神秘不神秘的，我们只需要明白，他目前不是你我的敌人。你说的对。如今追查禁坛密藏的人里，只有你我是为朝廷效力。眼下你我合作才是上策。木星大人想怎么合作？既是合作，那从今以后，你我需坦诚相见。全都是为朝廷效力的，我自然会知无不言。我有内务府的刀，你有北洋的枪，我们共同追击卓不凡，联手寻找禁坛密藏，共同追凶。但是我们追的卓不凡现在下落不明，
我已经派人在四处设卡了，想必你也已经动用了北洋的力量在查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平遥墓穴里出土的那个瓷罐子，应该非同寻常，宝藏的线索有可能就在那个瓷罐子上。那个瓷罐不是被卓不凡给打碎了吗？对，但我已经将所有的碎片都找回来了。碎片？若是线索在瓷罐上，兴许可以从碎片中找出来。为你想，你听好了。真不是人干的活啊！穆青兄，看看看看，兄弟，我可是拼尽全力了。这位是在下王家洛。哦，家洛兄，久仰久仰。在下林浩瀚，林七孤隐，浩瀚无垠。愿意的话，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 Lucky。按咱们中国话意思啊，就是运气好。你有没有从上面找到什么？找？不是我不想找啊，穆青兄，兄弟，我已经悬梁刺股，凿壁偷光，呕心沥血，拼尽全力。不过也只能这样了。怪呀，就怪这个破罐子摔得太破了。最要命的是，它还是从底开始碎的，整个底头全成了渣子，神仙也拼不回来。穆青兄，你是懂玩意儿的，你知道啊，这瓷器啊，一般款都在这底子上，这底子没了，哪能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东西？您说是不是，家洛兄？哦，哎，如此说来的话，这罐子的底应该是有款的。必然。若不是这样，卓不凡为何要将其击碎？所以卓不凡在拿到罐子的时候，一定发现底部的奥秘，所以故意将其击碎。定是如此。这上面有字。没错，有字，影影绰绰，隐隐约约，不过能认出来的呀，寥寥无几。古篆，仿古篆，是仿的，能认出古篆的字啊，已经是少有，更何况这是残缺不全的呢。我也没认出，吴清大人，你认得吗？看你那一脸得意相，你是不是知道啊？我哪儿得意了？我不是一直都很低调？到底知不知道？哎呀，穆青兄，你是明白的，这能认识古篆体呀，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。这搁过去那都是翰林大学士才有的本事，鄙人不才，还真能认出那么几个来。难啊，就难在他是残缺不全的。你们想想，得什么样的人能从这零星的只言片语当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？那还不得是天才中的天才？到底是什么？来，别生气。吴建超世志，必之无上道。私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，是一句经文。什么意思？你说这是一句经文？啊，对，经文。说的是什么？说的，家洛兄，我又不是和尚，我怎么给你解经啊？但这些字刻在上面，总得有个说法。说法啊，依我看，只能说明这个罐子跟高僧有关，跟寺庙有关。不过，这个底子已经没了，具体是哪个寺庙没法查。既然这个罐子是存放高僧舍利的，那么，这个高僧一定就是菩提纯。我觉得也是。哎，不过里面没有什么舍利呀、骨灰之类的，它就是个空罐子。一般的高僧骨灰舍利都是供在寺庙当中，像这个埋在乱坟岗里，头一次见。那就更有问题了。很显然是为了保存线索才存放于墓穴之中，所以存放这个瓷罐的寺庙才是秘密真正的藏匿地。穆青大人，你觉得呢？是，应该就是如此了。看来咱们要从寺庙开始查起了。这样，我
我先派人去汾州府衙门，让他们把山西所有寺庙的资料全都调出来，用以查证。好，那我也会进营去。北洋的档案里一定有各地寺庙的相关记载，我们分头去查，一旦查到线索，立即互通有无，一并合作。嗯。怎么还没睡啊？辛辛苦苦找到了菩提墓穴，挖出了瓷罐，结果不得已又毁掉了。如今线索彻底断了，下一步，咱们该如何继续呢？你真的以为我是不得已才毁掉瓷罐的吗？所以，你若不把瓷罐毁了，门三刀和那个地堡就会发现其中的秘密。我在底座上看到2行字，我当时就是在无法带走的情况下将其毁掉，为的就是让门三刀和王地堡无法再查下去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不会阴魂不散地跟着我们。我记得那只瓷罐上好像还刻了几行字，是一句经文，也正好和南少林传人誓死都要保卫净坛密藏的行为不谋而合。我们终于一步一步离宝藏越来越近了。太慢了，再来。好啊，这才够快。好，那小侍卫是什么人呢？回察的大人，那是新入府的兰陵侍卫，名叫伊尔根觉罗穆青。小小年纪，功夫不错。回大人。穆青今年秋天才刚满17，听说他自幼习武，刀法更是出众。他现在何处当值啊？居侍卫亲军，在乾清门行走。 6个人都是3等侍卫，都不是他的对手，让他做一个小小的兰陵，屈才了。升3等，啊，升2等侍卫。穆青啊，穆青，还不过来谢过大人？大人给你可是连升了2级啊！哼，凭这样的身手，就能连升2级？
察太大人，在您手底下混事儿，也太轻松了吧？那大人觉得，怎么样才能让他心服口服呢？母亲，那位就是萧齐营参领，人称皇城第一刀。哎，小子，陪我玩两招。升1等侍卫，赐汝尚书房行走。从今儿个起，随我御前护驾。谢大人。几岁开始习武的？回大人话，5岁。这么好的功夫，你的师傅是谁啊？奴才没有师傅。没有师傅？奴才都是自己学，没有正经拜过师。啊。我去面圣，你就在此跪拜吧。这。师傅，师傅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？与我师徒一场，一事不易。园中有散时，既已散，又何必牵挂？可是我舍不得您走。刀过铸剑，你是刀客，怎么能哭哭啼啼的呢？起来，把眼泪擦干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你的师傅了，而且你也不要跟任何人再说我做过你的师傅。师傅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无剑超世志，必至无上道。私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师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未完成的事情要做，所以要走？这句话，你还是不了解他的意思。或许有一天，你会顿悟的，也或许，你永远不会理解。那师傅能不能告诉我？我可以教你功夫，教你修为，但是修心必须要靠你自己未来去行走历练。师傅，好了，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没有我这个师傅了。
难道小时候教我刀法的您，竟然是南少林菩提院首座？难道我此时此刻正追击的菩提传人，是我的同门师兄弟？师父，您的超世之到底是什么呢？难道就是要将南少林守护了数百年的秘藏交给同盟会？难道您的超世之就是要覆灭王朝，葬送大清？你说过，或许有一天我会断悟。难道这就是您留下来的结果？这些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您会是朝廷的逆贼，大清的敌人呢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？师父，我宁愿我从来没有找到这个墓穴，我宁可这个秘密一直埋葬在地下，不被人知道。风主导，声一声棱角，心若海，魂如桥，剩多少年少？叹一声缘渺遥，曾半生潦倒。江山着谁人笑？莫负年华，莫负今朝。韶华是梦荒凉，干洒热血，写春秋不忘。南州之中虚妄，心病10年，热血一样。一生一世，草木依旧，人生至何处？因似飞鸿。也不可与病一场。韶华是梦荒凉，干洒热血，写春秋不忘。南州之中